这个影片将会狠狠地打我的脸。我是一个靠电商赚钱的商人，而今天我要揭露的正是商人是怎么设计出一整套系统，让你心甘情愿地掏钱买下你根本不需要的东西。最近我在搬家的时候就发现衣柜里有很多衣服还挂着吊牌，从来没穿过。衣柜里有超过30双鞋，如果我一个月每天换一双穿，都穿不完。我开始问自己，我真的需要这么多东西吗？我到底为什么要买这些衣服和鞋子？我买的到底是这些物品本身，还是某种身份认同？最近关税的话题很热，许多东西在未来都有可能变贵，这让我开始思考，如果这是一个我无法改变的大环境，那我是不是还有其他选择？例如是不是可以少消费一点？然后我的脑海就冒出了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消费？消费真的能让我们快乐吗？我在最近看的一本书《制造消费者：消费主义全球史》中找到了答案。作为卖家，当你真的了解人为什么消费的底层逻辑之后，你会更懂得如何卖东西。而作为消费者，当你了解品牌、广告和媒体是如何一步步塑造我们的欲望之后，你也会更懂得怎么不被牵着走，让你在面对生活选择时多一份自由和觉知。18世纪末，大多数人仍过着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他们建自己的房子，种自己的食物，工具少得可怜，生活单纯到几乎没有更换物品的需求。村庄里的人们几乎拥有相同的东西，没有品牌之分，没有流行时尚，甚至没有新款旧款的概念。一个农民可能一辈子只拥有几件衣服，一把用了几十年的农具和几个简单的家具。那时候的购物是怎么样的呢？想象一下，你走进村里唯一的小铺子，里面摆着有限的货物，盐、糖、米粉、布料，基本都是生活的必需品。你不会去问有没有新款的盐，或者有没有更时尚的面粉，因为这些概念根本不存在。但随着蒸汽机车、铁路、电报等技术的出现，距离被打破，小村庄被连接起来，产品可以大规模的流动。这场变革的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置信。铁路的建设让一个地区的产品可以在几天内运送到几百公里以外的城市，而之前可能需要几个月。从那一刻起，人们的生活开始从自己生产自己用，变成了为了市场而生产。东西不再是为了自己而生产，而是为了别人而做。这个转变彻底重塑了人与物品之间的关系。想象一下，农民不再只种自己家需要的粮食，而是种更多的小麦，为了卖给面包师。面包师也不再只做自己村里人需要的面包，而是做更多更精致的面包，送到城里的商店去卖。每个人都在为看不见的人生产，而这个看不见的人就是市场上的消费者。这也催生了商品的诞生。东西不再只是物品，而是可以交换、可以获利的价值单位。从此，我们不再只是使用者，也成了消费者。这个转变看似简单，实则深刻。当一个农妇不再自己编织衣物，而是去市场买布时，她从生产者变成了消费者。她需要用金钱去选择、去比较、去决定什么值得买，而且她需要工作来获取这些金钱。这就是消费社会的雏形。我们通过工作获得金钱，然后用金钱交换我们需要的东西。当商品进入大规模生产后，问题来了，你怎么知道这件东西好不好？以前你是从邻居手里买的，你知道他是谁，信任他的手艺。现在你是从一个你不认识的工厂来的，来自可能几百公里以外的地方，由你从未见过的人制造。你如何确定它的质量？如何相信它不会在第二天就坏掉？于是品牌诞生了。品牌最早是用来解决信任的问题的，它让你知道这个产品是来自哪里，有没有品质保障。但品牌很快不只是一个名字，而变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让我们以可口可乐为例，1886年，药剂师 John 创造了这个饮料，最初只是一种普通的药用糖浆。但到了20世纪初，可口可乐已经不仅仅是一种饮料，而是美国生活方式的象征。它的广告把这个品牌与美国梦、家庭欢乐和青春活力紧密联系在一起。你不只是在喝一种甜饮料，你是在享受一种文化、一种身份认同。喝可口可乐成了一种社交行为，一种价值观的表达。
可口可乐、吉列、柯达、金汤宝，这些名字开始不只代表味道或功能，而是连接到家庭、安全、可靠、时尚等等的价值观和情感。马克思曾经谈到商品拜物教的概念，指的是人们赋予物品超出其实用价值的神秘力量。在现代消费社会中，这种拜物教表现得更为明显。人们相信通过购买某个品牌的产品，可以获得某种社会地位、生活品质，甚至是人生意义。我们开始买品牌，不只是买产品，而品牌也成了一种现代的图腾。商品变多了，人变得会挑了，怎么让他们买？答案是让他们想看、想摸、想要。19世纪中后期，百货公司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们的购物方式。在此之前，商店通常很小，商品放在柜台的后面，你必须向店员询问才能看到商品。但百货公司颠覆了这一模式，他们把商品全部展示出来，让顾客可以自由地浏览、触摸，甚至试用。巴黎的老佛爷、伦敦的哈罗德、纽约的梅西百货，这些百货公司不只是购物场所，而是城市生活的新中心，是现代消费文化的殿堂。百货公司不只是卖东西，而是让你体验消费的乐趣。想象你是一个1900年的年轻女生，走进巴黎的春天百货，你会看到什么？5层楼高的华丽建筑，中间有一个巨大的彩色玻璃穹顶，阳光透进玻璃洒落，照亮了整个空间，播放着优雅的钢琴音乐，空气中弥漫着香水的味道，柜台上展示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奇妙商品。于是你从走进来只想看看到忍不住买了一个。这不是冲动，是被设计好的流程。百货公司发明了一种新的购物体验，把购物变成了一种休闲娱乐，一种娱乐方式，甚至是一种社交场合。更重要的是，百货公司让浏览变成了日常活动。即使你不打算买什么，你也可以走进百货公司看看最新的时尚。这种漫无目的的浏览，恰恰为冲动消费创造了条件。当你看到一个意外吸引你的商品时，你更容易做出购买决定。这种消费模式一直延续到今天。想想现代的购物中心，他们不仅有商店，还有餐厅、电影院、游乐场，一切都是为了让你停留更长的时间，增加你购物的可能性。你以为你想要某个东西，是因为你看到它，但其实更可能是你看到别人拥有它，而那些别人是媒体构建出来的形象，漂亮、年轻、快乐、时尚。在19世纪末，印刷技术的革命使得图像可以被大规模复制和传播。彩色印刷的发明让杂志和广告变得更加生动诱人。照相技术的普及让真实的图像可以传播到每个角落。这些技术进步导致了一个重要的转变，人们开始通过媒体了解世界，而不仅仅是通过亲身经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图像开始大量复制、印刷、传播。杂志、目录、广告把城市生活和上流社会、理想家庭这些画面送到千家万户。想象一下1920年代的一位家庭主妇，住在美国中西部的小镇上，她可能从未离开过自己的州，但通过妇女家庭杂志，她看到了纽约和好莱坞明星的生活。她阅读时尚专栏，学习如何穿着打扮。她研究家居广告，了解现代厨房应该有什么电器。这些媒体不仅展示产品，更重要的是展示生活方式，一种与商品紧密相连的理想生活。广告不再只说这是一把好椅子，而是展示一个完美的家庭在这把椅子周围欢笑交谈的场景。你买的不是椅子，而是那个完美家庭的梦想。这种通过媒体传播的理想生活图像具有强大的感染力，他们不仅仅是在卖产品，更是在卖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身份认同，一种对美好未来的承诺。如果你使用这个产品，你的生活就会像图片中那样美好。这是所有现代广告的潜台词。今天这种现象通过社交媒体得到了极大强化。Instagram 和 TikTok 上面的网红展示他们精心策划的生活片段，而这些片段往往与特定产品和品牌紧密相连。你看到的不只是一个产品，而是一个你可能想要的生活。只要你购买那个产品，那种生活似乎就触手可及。当商品不只是为了生存而存在，它就开始进入了阶级象征的世界。
法国社会学家皮尔·贝杜提出了文化资本的概念，认为品味和消费习惯是社会阶级的标志。的确，从历史上看，消费一直与社会地位和阶级紧密相连。资产阶级希望与劳动阶级区分，所以他们用商品堆叠出一种体面。试想19世纪的欧洲中产阶级家庭，他们刻意与工人阶级保持距离，他们的房子里有一个客厅，这个空间不是为了实用，而是为了展示。摆满了精美的瓷器、画作、钢琴、书籍，这些物品都是为了展示这个家庭的文化素养和经济实力。餐厅里的茶几、餐桌上的银器、太太的衣着、孩子念的学校，全部都是符号。这些符号在无声地宣告，我们属于这个阶级，而不是那个阶级。更有趣的是，当下层阶级开始模仿上层阶级的消费习惯时，上层阶级就会改变他们的消费方式，创造新的区隔符号。这就是所谓的 trickle down effect。 时尚和消费习惯从社会顶层开始，慢慢向下扩散。当它们变得太普遍时，上层阶级就会寻找新的符号来维持差异。而当符号被普及，原有阶层就会再创造出新的符号，通过不断改变审美标准，让人们感到自己现有的东西已经过时了，从而推动不断的消费。从1920年代起，现代广告业开始系统性地运用心理学原理来影响消费者。弗洛伊德的侄子 Edward Bernays 被认为是公关之父，他将弗洛伊德关于潜意识和欲望的理论应用到了广告中。广告的语言变了，他不再说我们的肥皂去污力更强，而是用了这块肥皂，你的肌肤会让人忍不住触碰。这不是在卖功能，而是在卖一种社会吸引力。广告不再单纯地解释产品的特性，而是诉诸于人们最深层的恐惧和欲望。被拒绝的恐惧，被接受的渴望，性吸引力、社会地位等等。有一个著名的例子，20世纪初，香烟公司想要女性开始吸烟，因为这将使他们的市场翻倍。但当时女性吸烟在公共场合被视为不得体的行为， Bernays 策划了一场公关活动，他安排一群时尚女性在纽约复活节游行中点缀香烟，并告诉媒体这些香烟是自由的火炬。这一举动将香烟与女性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成功地打破了社会禁忌，为女性吸烟创造了正面形象。从此之后，广告的目的不再是让你知道它有多好，而是让你担心没有它会多惨。这种策略被称为制造焦虑。广告首先指出一个你可能从未意识到的问题，比如说体味、口气、皱纹、发黄的牙齿等等，然后提供一个解决方案，他们的产品，它让你担心变老、变丑、没朋友、没地位、没魅力，而解决方法很简单，就是买这个产品就好。一个典型的例子是 Listerine 的广告策略。这个产品最初是一种外科手术消毒剂，后来被重新包装为口腔漱口水。但公司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让人们相信他们需要一种特殊产品来清洁口腔。答案是创造了口臭这个听起来很医学的术语，并在广告中描述了因口臭而失去社交机会甚至爱情的悲惨故事。广告的潜台词很明显，如果你不使用我们的产品，你可能不知不觉中已经冒犯了周围的人，失去了重要的机会。这种策略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利用了人类最基本的心理需求：被接受、被尊重、被爱。广告告诉我们，这些深层心理需求可以通过消费来满足。节日消费是情感消费的典型例子，你不是在卖礼品，你是在表达爱；你不是在装修房子，你是在创造节日氛围；你不是在购物，你是在过节。通过这种方式，消费被赋予了情感意义，成为了表达爱与关怀的必要手段。这种将消费与情感绑定的策略在今天变得更加复杂。想想母亲节、父亲节、情人节，这些节日有着明确的消费期望，不送礼物仿佛就是不够爱，不特别消费似乎就是不重视这段关系。消费成了情感表达的必要形式。60年代出现了一批反叛的年轻人，嬉皮士、反战分子、自由灵魂。这是一个特别有趣的章节，因为它展示了消费主义最令人惊叹的能力：吸收批评和反叛，并将其转化为新的商业机会。19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本质上是对战后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抵抗。嬉皮士拒绝朝九晚五的工作和物质主义，
追求精神探索、和平与爱。他们穿着二手服饰，住在公社，分享资源，拒绝主流价值。他们穿牛仔裤、戴串珠、弹民谣，环游世界。这些年轻人创造了自己的审美和生活方式，作为对父辈那一代中产阶级消费文化的抵抗。但消费主义的力量远比我们想象的强大，它没有与这种反抗对抗，而是巧妙地将其吸收和商品化。让我们来看看牛仔裤的故事。最初，牛仔裤就是工人和农民的实用服装。1960年代，嬉皮士和学生活动家穿牛仔裤是为了表达与工人阶级的团结，反对虚伪的中产阶级时尚。但到了1970年末，设计师牛仔裤出现了 ，CK 等品牌将这种反叛符号变成了高价时尚单品，原本的反抗姿态将吸收为新的消费品类。但没过几年，这些打扮与生活方式就被主流吸收，波西米亚风格成了服饰主题，民谣变成唱片公司签下的商品，甚至牛仔裤也从劳工装变成了上流休闲穿搭，自然食品从公社的理想变成了 Whole Food 的高价商品，瑜伽从精神修行变成了时尚健身活动，手工艺从自给自足的技能变成了 Etsy 上的精品商品。这种现象被文化评论家称为反叛的商品化。我们可以从更现代的例子中看到这一点。1990年代的 Grunge Rock 音乐是对商业化流行音乐的抵抗，但很快 Nirvana 的格子衬衫和破洞牛仔裤就成了时装秀的灵感。街头艺术开始作为反主流文化表达，现在 Banksy 的作品在苏富比拍卖会上拍出数百万美元。有机食品最初是对工业化农业的抵抗，现在成了高端超市的招牌部门。消费主义最厉害的不是打压异己，而是把它变成新一轮的潮流。它能够吸收任何形式的反抗，并将其转化为新的商机。这就是为什么真正的反消费主义如此困难，因为任何形式的反抗都有可能被重新包装成为另一种消费选择。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于用东西来定义自己。现代社会中，身份认同与消费紧密相连。德国社会学家齐梅尔早在20世纪初就注意到，在城市生活中，人们越来越依赖外部符号来表达自己的个性。想象一下，走在街上，你遇到一个人，他穿着 Patagonia 的户外夹克，背着环保材料做的背包，手里拿着可以重复使用的咖啡杯，脚踩着一双做旧的登山鞋，没说一句话，你可能就已经对这个人有了判断。他可能是环保主义者，喜欢户外活动。这些判断可能准确，也可能不准确，但这正是消费作为身份表达的力量。通过我们消费的物品，我们向世界传达着关于自己的信息。法国哲学家鲍德尼亚认为，在消费社会中，物品不再是因为其使用价值而被购买，而是因为其符号价值。它们所传达的意义，你买的不是一件衣服，而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表达，不是一辆车，而是一种身份的声明。消费选择变成了我们表达自我的基本方式之一。品牌很聪明地利用了这一点，不再单纯的推销产品，而是推销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人类的消费史其实是一部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心理史。消费主义的真正力量在于，它将物质商品与深层心理需求连接在一起。身份认同的需求、归属感的需求、自我表达的需求，甚至是意义和目的的需求。我们不仅通过我们的工作、关系和行为来定义自己，还通过我们的消费选择来定义自己。拥有什么，不拥有什么，都成了自我定义的一部分。我们正生活在一个超级消费者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消费不再是解决生存问题，而是变成了自我表达、自我建构的核心方式。心理学家 Barry Stroud 在选择的悖论中指出，过多的选择不一定带来更大的满足感，反而可能导致焦虑和后悔。所以最后我们该问的问题可能不是该不该买，而是我为什么想要这个东西？是因为我真的需要它，还是因为它能让我看起来更酷、更有品味、更像我想象中的那个理想自我？它真的能解决我的问题，还是只是暂时满足我的情绪需求？它是我自己的选择，还是我被巧妙的引导做出的决定？当我们越能诚实的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越能从消费中解放出来。不是不买，
而是不再盲目的买。消费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有意识的消费，是否了解我们为什么要消费，以及这种消费是否真正符合我们的价值观和长期福祉。你依然可以拥有风格，拥有美感，拥有喜欢的东西，但那将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不再被动的接受市场的定义，而是主动的决定什么对我们真正重要，这才是真正自由的开始。这部影片不是要说消费是不好的，而是希望我们在每一次掏出钱包点下购买键之前，能多问自己一句：我真的需要这个吗？还是我只是想变得更像某种人？消费主义的力量在于它能同时满足我们的物质需求和心理需求，它提供了便利、舒适和享受，同时也提供了身份、归属和意义。这就是为什么它如此强大，也如此难以抵抗。但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有了选择的能力，我们可以更有意识地思考自己的消费选择。这个消费是满足真实需求，还是源于广告制造的焦虑？这个购买是基于功能考虑，还是源于对社会认可的渴望？作为一个电商创业者，我当然知道消费是这个世界的血液，但我更相信懂得人性、尊重自由的消费，才能创造出更健康的市场和更快乐的生活。真正优秀的产品和品牌不应该利用人们的恐惧和不安全感，而应该提供真正的价值和解决方案。作为消费者，我们的力量在于我们的选择，我们支持什么样的品牌和价值观，就创造了什么样的市场。你最近有没有因为这些消费心理而买了什么样的东西呢？或者你是如何抵抗诱惑的？你也可以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一位你觉得总是在买东西的朋友，也许他们会从中得到一些启发。我们一起练习成为更有意识的消费者，成为那些理解市场如何运作，但不被市场操控的人。我是贝的布莱登，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